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王树义老师。今天给大家要介绍的是深度学习当中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叫做循环神经网络。你可能听过已经不止一次了。基本款名字叫做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叫 RNN。它的两个常见的升级版，一个叫做 LSTM， 然后另外一个是叫做 GRU。可能后两个你经常见过它们的缩写，在各种各样的这种文献当中，但是你是否知道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常见的是用它来处理文本数据，实际上它能处理的可绝不仅仅是文本，文本只是我们常见的叫做 sequence data， 就是序列数据当中的一种。序列数据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股市的股价波动，这属于一种时间序列上的数据。还有的人去研究那个共享单车，人们这个使用它，每天有多少人在某一个点来使用，然后把这个数据积累起来，我们预测在明天或者下一个月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投放多少，这些都是基于序列数据要做出的各种各样的任务。那么循环神经网络就是专门来处理这种序列数据，不仅是时间，包括我们后面要提到的文本，实际上都是跟它相关。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已经非常的广泛使用，但是很多同学，尤其是我在文章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那些文科生，在使用它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疑惑。我的研究生最近在开题的时候就跟我提了一些问题，他说这个循环神经网络该怎么样去理解。我呢给他推荐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在我看来这些资料实际上已经讲得非常的到位了，而且很清晰。可惜啊，因为这些资料呢都是英文的，所以他读起来依然会觉得有些吃力。那么今天我主要是为了给他进行答疑，同时也把这段视频分享给你，希望你也能跟着一起来学习一下。当然咱们不是去讲它的那些具体的技术细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让你理解为什么要使用这样一种循环神经网络来处理序列数据，它有什么样的特殊的作用，以及我们该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如何的使用它。如果你能够把这些基本的概念吃透，那么今天的教学咱们就算达成了目的。好的，下面我们来开始讲解。这里呢，我给大家展示一幅动图，为的是呢，把现在咱们说的这种序列模型，跟咱们前面见到的一种，也是深度学习当中的常见任务，图像处理，它使用的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卷积神经网络。如果你对它的这个知识有些遗忘的话，我这个在文稿当中有相关的链接提供给你，以供你复习。你可以看到，对于我们看到的图像数据来说，因为我们看图都是我们直接拿过来一张图，我们不是慢慢把它打开，而是我们直接去看。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是把虽然很复杂的数据，因为图像嘛，它包含多少个像素，然后还有不同的这种颜色，我们是一次性的摄入，然后我们采用这样的如图中展示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 filter，就是拿它在整个的这个图像上进行扫描，然后获得不同的结构，还有这个图案等等这样的信息。可是我们对比起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对于一个整体做的这样的一种分析。那么文本数据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序列的数据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说，那就是我们在读取这样的数据的时候，往往不是说我们一下子把整个，例如说一页上面的所有的文字一下子摄入脑海。我想大部分人不是这么阅读的，只有那些能够所谓走马观碑啊怎么样的那些特异功能人士。大部分的人看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以一定的顺序来看的。那么下面我会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通过这个例子，希望你能感受到这种序列上等于是一个一个组块的这种摄入，会对我们理解一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呢，也许你早就耳熟能详，讲的是一位才子给一位官员达官显贵他的母亲来贺寿。这个当然大家来送的都是吉祥话，然后这位才子来到这儿之后，现场来写诗。那么他写的第一句叫做这个老妇不是人。你可以想想啊，这个家里母亲做寿，本身又是一个达官显贵，看到这句话之后，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这里我们把它当中的每一句话当成一个独立的组块，那么这首诗就是不断的组块来序列化的输入给你，看看你的想法。我们可以知道，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位达官显贵是非常的气愤。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一句话已经改变了他一开始对于这位写诗的人的印象。一开始觉得你来贺寿很好啊，现在说你是来骂我的吗？于是现在的这个大家注意，现在的状态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看法。好，那么这位才子很快写了第二句，叫做九天仙女下凡尘。哎呀，这个看到这一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啊，也就是说前面的这个不是人，那么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新的解读。原来啊，他是在说这位老太太那是九天仙女下凡。如果你这时候换位思考一下，你作为这位显贵，你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想必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啊！原来这是在夸我，夸我母亲，同时那我很有面子，对吧？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序列不断的输入，实际上他在这个时候内心的状态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但是没完，这个时候才子又给他写了一句：生下儿子是个贼。老太太的儿子是谁啊？那不就是他本人吗？这就是这个达官显贵本人啊。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前面刚刚形成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印象瞬间崩塌。他觉得这还是来骂我的呀，对吧？你这说我是贼呀，这还了得？但是别忙，这个时候这个序列继续输入，那么输入第4个组块的时候叫做偷得蟠桃献母亲。你想想看，这多么让人感动的一句话呀！就是说，当贼我是要去偷蟠桃，为什么呢？因为这东西吃了之后可以长生不老，我要把它献给我过寿的母亲。那对吧？这4句你听完了之后，你会感觉中间有这种起承转合，但是每一句话和前面的那句话都应该是有相当的关联的。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时候序列数据一个特点就是它随着不断的序列化的输入，我们不仅对当前输入的这一句，或者在这里面我们把每一句话叫做一个组块，不仅对当前输入的这个组块我们有一定的反应和评价，你可以把这个达官贵人头脑当中的这种心绪起伏当成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它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诗里面找到这个对方对自己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是褒奖还是批评，还是在损他，然后要做出反应。那么显然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有这个新的组块来输入的时候，它是根据之前组块给它带来的状态，加上新输入的这一句，然后共同的做出一个决策判断。而且在每输入一个组块的时候，这个过程都要再来一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组块输入当中，什么很重要？顺序。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如果我换个顺序会怎么样？这个九天仙女下凡尘，如果你把它放在第一句，那显然这个达官显贵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这是在夸他的好。但是你紧接着来一句说这个老妇不是人，仙女怎么样？在这里我们归结到不是人。注意顺序的改变，使得你输入同样内容的组块，但是给最后的这个模型带来的评判结果是不同的。下面也是偷得蟠桃献母亲，哎呀，这个挺好嘛。但是转而再说这个人说你是个贼，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不同的顺序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序列模型，大家注意这个序列的序字一定是跟顺序要相关的。这里呢，我们深入一下细节，给大家展示一下循环神经网络的结构。那么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这里呢使用的任务是输入文本数据。
假设说我们现在要给一条评论判断它的情感极性，所谓情感极性就是分为正向和负向。那么正向包括什么呢？例如说我对于这里的饭菜很喜欢，我对于这里的服务很满意。负向就例如说这里的工作人员怠慢了我，这个我在这儿吃到了我吃到过的最难吃的饭。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输入的时候是一个文本，我们希望我们的模型可以通过大量的文本和它们对应的这种情感标注的学习，然后能够获得一定的规律上的认识。那么我们输入一个新的文本，它就能自动的帮我们尽量正确的去判断这个到底是正向还是负向。那我们来实际的来做一下。好比说我们这里输入一句话叫做 I like it。 好，我们把这个给电脑，我说你去给我来进行判断吧，它到底是正向还是负向。当然没有做训练的时候当然是做不到了，所以我们现在给它的时候不仅要给它这一个文本的序列，我们还要给它一个对应的标注。好比说我们把这个叫做 positive， 就是正向的一个情感。好，那么我们现在要干的事情，数据我们有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建立一个网络结构。那么这个网络结构怎么建立呢？回顾之前我们讲过磁嵌入模型，希望你还能有印象啊。我回头尽量会把这些相关的前导知识都放到我们的这个文本当中，以便给你来个提示，而且便于你复习。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输入的这些字儿或者单词，我们都把它叫做 token。这些东西对不起，计算机不认识，计算机它只认识的是数字，它的模型去操作的最终的也是数字。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把它经过一个我们说的叫做这个磁嵌入这样的一个转换。但是在这里为了避免给大家造成更多的这个认知上的负荷，我们在这里就不写这个环节了。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输入模型的不可能是这几个单词，一定是经过转换之后的数字。好，那么假设我们现在把这些 token 已经转换完了，我们输入进来。那么输入进来，实际上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这个的模型必须给我们去每一步去接收一个 token。我们把 token 定义为单词，那就是它每一次去接收一个单词。好，那作为第一个单词 I， 我们首先把它输入到这样的一个层次当中，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组块。好，这样我输入了一个块当中，我会获得什么？我们都知道，神经网络实际上无非就是输入、进行运算，然后输出。那么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困难的地方。一般来说，这种输入、处理、输出，我们在这里写一下：输入、处理、输出。例如说，我们输入的叫做 x， 输出的叫做 y。那么我们这个里面中间的这个层次的计算上，实际上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叫做权重，一个叫做这个 bias。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一个偏移。那么这里实际上 y 等于什么？ y 无非就是等于 wx 加上 b。 那么这个层次上，当然你要是这样的话，每一层都是线性的，那么实际上你搭建一个神经网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你可以把这些线性的表达式给它进行一个这个综合，然后得出还是一个线性表达式，所以这样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在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这个式子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一个叫做 activation 或者叫做激活。激活一定要使用一个非线性函数。什么样的函数是非线性呢？例如说我们之前学过的，如果你要做一个二元分类，你可以用的叫做 sigmoid。 它实际上就是把你输入的东西都把它变化到0到1这样的一个区间里啊。好的，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你应该知道我们是如何来做运算的。那么同样我在这里输入的是 I， 我们这里肯定也有一个输出，这个输出我们放在这里。好，我们下面要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我输入了第一个词汇，那么下面我要输入第二个词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把 like 输入进来。那我是不是对应的就是 like 这里有一个输入，然后一个输出，这就完事儿了呢？考虑一下咱们刚才举的那个做诗的例子，你就会知道根本不是这样。因为你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你必须得有前面这个它的这第一个
组块输入的时候给你带来的状态改变，结合上我们把这个用一个颜色来标示啊，你必须得有第一个输入的时候给你状态带来的改变，结合上你现在输入的第二个词汇，这样做起来才是我们真正要的结果。所以怎么办？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一个输出连接到这里，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关系，说我们现在只需要去每一个词我们专门的对应一个，这就完了。这样的话，你没法体现出这种顺序来。所以我们现在是把第一个这里把它延伸出来，输入到第二个当中，这样就有了之前的状态，加上目前输入的新句子。考虑刚才那个例子啊，这个老妇不是人，9天仙女下凡尘，综合它，你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评判。好，那么以此类推，我们下面来把这个 it 也给它输入进去。这个 it 输入进去，同样有输入有输出，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把前一步我们这里的一个输出给它关联到这里，关联到这里。好，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把第一个 I 这里也跟第三个 it 这里发生关联呢？我们说不需要这么做。为什么不需要？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在第二步的时候，这里的输出已经包含了我们第一个 I 的这个输入之后造成的结果状态，加上我们的这个新输入的 like， 也就是说这些信息都已经蕴含在其中了，我们并不需要重复的让它去发生作用。所以在 it 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把它的前一步，也就是第二步的这个输出关联过来。OK 了。好，那么我们现在获得的是个什么？我们现在在这里注意这个 it 这里的这个输出，这个输出可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只输入了一个 it 这个单词带来的结果，实际上它包含了我们整个的这样的输入 I 这个单词、like 这个单词，以及他们输入的时候的这种顺序，它所有的这些信息都已经包含在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输出结果当中。也就是说，这个结果不仅包含了这几个单词，而且还包含了它们的这个顺序对我们现在状态造成的影响。好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信息富集程度很高啊，我们下面的评判实际上就要通过它来做。怎么来做呢？我们这里通过一个我们 ls 这个我们是 RNN 呐，RNN 它的一个输出，我们可以指定它是有多少个单元。好比说我们让它输出的时候就是一个32位，就是一个向量，这个向量是一维的，一维里面包含着32个元素，用这32个元素就是都是数，这些数值代表了现在我输入了3个单词之后，目前我这个系统当中的状态。那么它实际上是一个向量，我们把它叫做 vector。有了这样的一个向量之后，我们下面怎么做？实际上我们的目标是哪儿？我们的目标是最后能够输出一个它的情感分析的结果。好，那么下面我们把它经过一个 dense layer， 这里换个颜色这里我们有一个 dense layer， 然后在这里我们做的这个输出就要进行一个激活，这个激活的时候，我们就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sigmoid 挪过来，在这里用一个 sigmoid。这里能保证什么？我们输出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数值应该是取在0到1中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好比说我们拿 0.5 做一个分界，如果最后输出，注意啊，这里都是数。I 我们把它输入系统的时候变成了数， like 也是数， it 也是数，每一个单元这里实际上也都是进行这种我们看到的数学的处理，所以最后输出的结果，当然这里都是线性代数，所以都是一些这个我们叫矩阵也好，我们叫这个 tensor 张量也好运算，所以最后应该都是一些矩阵或者叫张量。那么输出的最终的结果变成了一个我们叫做 scalar， 就是一个标量，它是一个数。
那好，我们再以 0.5 作为一个这个分界，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最后这个数大概是多少。如果我们把它看到它是一个，假设说它是一个大于 0.5 的数，我们最后就给它标成一个正号啊，是认为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情感，否则就是一个负向。然后我们以这个结果和我们实际的，这里大家注意，我们的标签放在了这里，这是我们的标签，我们拿它和这个标签去比，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 loss 函数。loss 损失函数，就是我们去比，也就两种可能，一种呢，它这个结果是对的，这里呢输出是1或者是正，那么这里也是正 ，OK， 这个证明我们判断对了，我们不需要做什么调整，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型运转良好。那么，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输出的最后是0，但是我们看到标签是1，这里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前面的整个的这个神经网络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它的里面包含的，尤其是这里面叫做 weight， 也就是它的这些权重是有问题的。所以怎么办？从这里开始，我们逐步的去修正、去更新这里面的这个权重。这个更新的方式就是不断的采用这个微积分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修改。那么它这个大家就得回顾一下你在微积分课上学过的一些内容了。当然这个东西你不用担心，因为你不懂也没关系。现在所谓的深度学习的框架我们都知道很多框架呀，包括我们说的 TensorFlow， 然后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Keras， 然后还有这个 Fast.ai， 还有 PyTorch， 所有的这些框架都会帮你做一个事情，就是它自动的帮你完成这个 update， 就是进行这个权重更新的过程。所以你不用去担心，你只要把这个结构搭建好了，然后你告诉他我怎么样去评判我现在的这个模型，它的这个输出我认为质量是高是低，它的损失是大是小。好了，你有了数据，我们看到数据，你有了结构，我们这里整个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图，这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结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在这里进行比较，我们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叫做 loss 损失函数。有了这3点，好了，现在你的一个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我们说的循环神经网络就已经搭建完毕了。但是我相信看到这里你会有一个疑惑，你说老师，这怎么叫循环神经网络呢？我看到你这里无非是一个把几个东西给它连到一块儿啊，处理序列无非是每一个这个相对于输入的单词。我们这里来画一下 I like it， 我们这里都有它对应的一个模块去接收它，并且把之前的模块它处理的结果把它传入进来。这个东西好像跟所谓的循环没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问题很好，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是搭建这样的一个网络，就是它的每一个这样的输入的都是根据当前一个一个的单词去训练出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组块之间没有什么关联，那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那会带来一个就是我们过度拟合于当前的输入数据。这个很难达到一个最后能够通用的，能够用来输入各种各样的这个文本序列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每一个都是一个专业化的，对吧？我每次我只需要对这一个单词我有这样的好的处理就 OK 了。可是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神经网络能够做到能够最大限度的能够推广，这个就是 generalization，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更重要的。所以怎么办？所以我们这里实际上，我们当然这里面只有3个单词，可能你看不出来。如果我输入的这一句话，一般我都给它指定一个最大长度，假设我指定的是50，是100，甚至是200，那是不是我这里也需要有
200个这样的组块去接收它呢？那你想想，这个你得训练到什么时候？所以循环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实际上我们做的，大家看，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块儿，我们实际上是让它干什么？我们无非是让它去接收一个输入，这里是一个单词，然后我们还得有一个来自于上一个，就是之前的前导单词的一个叫做状态，对吧？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输出。我们有一个输入，我们有一个前导的状态，我们有一个输出，而我们的输出实际上是什么？我们的输出实际上是给我们下一个组块接受时候的状态输入。所以我们怎么样？所以我们把它连起来。大家看到我们这里有输入，这是接收一个新的单词，一个新的序列上的符号，一个新的信息。我们有输出，这是我们包括中间过程的输出，这是每一次的状态输出，以及最后那个富含了我整个这一句话的状态都叫输出，并且我们还需要接受前一步的这个输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状态的改变。我们把这个标一下，前一步输出带来的状态改变。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循环的图？如果你学过一些基本的，包括这个计算机语言、数据结构也好，你应该都见过，这其实就是一个循环图。好，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图，我们就不再展开的写，把这3个都分别的在这里展开的写，我们把整个的接收一个文本序列输入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就表示成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它最大的合理性就在于，实际上我们也就是用这么样的一个层去应对所有的单词。我们在这里再输入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它展开说一个对一个，一个单词对应一个新的一个块，不是。我们的爱这个单词，我们从这里输入，输入完了之后，下一次我输入 like， 它实际上还是输入到这里。我们在下面输入 it， 实际上还是从这儿输入。我有3个单词，3个从这儿来输入。我如果有100个单词，就有100个单词从这儿来输入。但是我都是用同样的一个块来接受它。它不断的状态在更新，更新的时候是以上一次的输出结果来更新此次的状态，然后以便于它接收新的输入，在这里进行综合的运算。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我们把这样的网络叫做循环神经网络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好，这就是你一直很想知道的关于循环神经网络结构和原理。希望这段视频对你理解循环神经网络，理解我们说的序列数据的处理能有一些帮助。